大家好，欢迎回到跨时空的流浪者之歌。今天要讲的是第4集，亲爱的老师陆华农。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中，都可能会有一颗灵隐的星辰老师。在前集中，我们提到了漂泊者辛克莱在东方之礼中转世为悉达多，而悉达多与好友甘露，他们先跟沙门学习苦行修道，再转向跟世尊学习佛法。后来悉达多又独自离开，再度踏上飘浪之路。离开世尊的园林后，悉达多常悠游于山川之间，去感受大自然的美，也常浸泡在烟雾弥漫的温泉中，静观万物时，也仅仅去欣赏，不再转明到他们身上去思考生死轮回。村民的供奉让悉达多得以为生，他则帮他们祈福诵经，他不再去苦思他们的生老病死，以消恶业做功德。此时与人、神、大自然之间关系的简单，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旷神怡。然而独居生活有时会感到孤单寂寞，甚至寂静到有一点可怕，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有一天，悉达多在树下午休时，朦朦胧胧之间梦到好友甘露。可是，甘露的身体怎么这么柔软，那么温暖，又有香味？不对啊，现在是白天呢。睁开眼睛一看，天哪！居然是抱着一个含情脉脉的少女。悉达多赶紧将少女推开，悉达多连忙转身离开，但那少女如水般的眼神、勾魂的神情、诱人的双唇与柔软的身躯，却是一股热流，像蛇一般的窜进他的心里，又窜出。听到这里，玛丽安娜不禁大笑，哈哈，那股热流就是圣经中引诱夏娃与亚当去偷吃禁果的蛇撒旦啊，很正常啊。你那时都已经快20岁了，没有男女情玩之欲才怪。辛克莱继续说，很快的，悉达多就忘了受到诱惑那一件事，继续他的悠哉漫游日子。有一天，他行经一栋美轮美奂的豪华庄园，一位妇人从中走出，很虔诚地供奉他斋食与水果。妇人是这栋豪宅的女管家，她问悉达多：“我家主人想学静坐冥想，不知小师父可愿帮忙我？”悉达多想，这倒容易，于是就说：“可试试看。”没想到他的生命之河从此有了湍急的激浪与重大的转折。进入豪宅后，在回廊处，一位被随从簇拥的美丽华贵少妇慢慢地走过，她妩媚动人，她的美又饱含着细致的优雅与智慧。一时间，悉达多心中涌出莫名的欢喜。悉达多诚意地以身向他致敬，他也注意到了，停下脚步，含手回笑回礼。那回眸的风情，一时间震动了少男的心。女管家说：“小师父，他就是这里的主人，陆华农夫人。”哦，连名字都这么美。悉达多喃喃自语着，于是就答应了传授
静坐冥想。起先，他对由悉达多这个年轻的黑袍修行者来教导他静坐冥想来解忧是有些迟疑。不过经过了几次以后，陆华农很满意悉达多的引导，他觉得每次从深层的境界回神过来后，身心都轻松了很多，于是就问悉达多是否愿意留下来长期带领他做静坐冥思，而悉达多也每次都享受了跟喜欢的女生近距离靠近的欢愉，特别是闻到她身上的香味，所以就欣然答应，也就在此庄园落脚了下来。庄园中有一个会客厅，经常有社会精英在这里聚会，看起来像是政界领袖、巨商打鼓、艺文人士、军事将领、社会基金会人士等。在聚会中，陆华农夫人只是做主人，并不太参与讨论。另外，她也会在另个私密的地方单独个别会见他们。管家解开了悉达多部分的疑惑，说：“主人周旋于这些人之间是相当的费神与辛苦，所以需要小师傅您的帮忙来疏解身心。”玛丽安娜兴奋地说：“哦，陆华农夫人的聚会就是始于16世纪的沙龙了。女主人邀请重要客人到家中来聚会，来增加愉悦与修养。这些宾客先是有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剧作家、画家等等，后来再加入社会贤达人士，有时一些来自沙龙的思想，甚至联引当时社会、国家或人类生活的改变。所以陆华农夫人并不是那种以美色、财富来炫耀身份的空心交际花。”辛克莱补充着说：“难怪其中有位好像是那位伟大的诗人泰戈尔吟出‘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诗句。还有位将军，听说原本残暴冷血，但后来受沙龙的影响，居然对叛变的部落只平乱，并没有进行种族灭绝。还有像是常客中的赫拉拉女士，她的基金会之所以能成功的推展偏乡平民教育、妇女健康保护等公益活动，也借助于沙龙成员的帮助。至于那位筹职满志的律师，好像后来成为领导国家、脱离殖民统治的英雄。沙龙的绵密人脉网对他的成功有很大的助益。”玛丽安娜突然发现什么似的问说：“咦，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内情呢？你当时还是个小修行者而已，应该不过个与会啊。也应不是你管家告诉你的，因为这不是管家这层次的人所知道的。啊，我知道了，是陆华农夫人亲口告诉你的，对不对？你们有堕入情网吧？”辛克莱继续说着：“可能是悉达多在老沙门们那里学的静思观想，还有世尊教的无我观心等修行，让他善于倾听，不随意插话，所以就取得了陆华农的信任，也就告诉了他很多事情吧。”后来陆华农要悉达多换掉黑袍，仔细梳洗身体，修剪发鬓，抹上了芳香润肤乳与发油，
并改穿上柔软的白袍。哇，看，这才是我的悉达多啊！有一天下午，陆华龙问悉达多：“除了冥想之外，你还会些什么？”悉达多回答说：“我还会法术、消灾、祈福咒语、断食等，但现在都没有用了。哦，我也学会了世尊的佛法，但因参不透，所以不太敢亲演佛法。我倒是可以帮你吟首诗：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落晖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入凝香，云里巫山枉断肠。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已阑干。”啊，诗里有我的名字呢！陆华龙惊喜地叫了出来。这是7世纪时东方一位大诗人李白为歌颂当时的第一美人所作的诗。悉达多解释着，便问他为何起名陆华龙。他一夜轻声地说：“我的本名是卡穆拉，是纯洁莲花的意思。后来沙龙里的一个客人常爱叫我陆华龙，我觉得好听又顺口，于是就让他们这样的称呼我，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名字的出处和含义。”悉达多解释着，他的意思是带着露水的牡丹，更散发出牡丹艳丽的美。哦，这名字也确确实实地细说出你的美哦，是这样啊。陆华龙相当兴奋。陆华龙说：“真是太高兴了，小修行者。哦不，我的悉达多，我应该奖赏你些什么呢？”悉达多回答说：“我只希望你能当我的老师。”陆华龙感到意外：“老师，我吗？”悉达多请求着：“教我人与人之间连结的学问与艺术，我的老师。”悉达多说：“情爱是我从没学过的学问。”陆华龙回答他：“可是你要怎么确定我会答应你呢？这种艺术是偷不到也抢不走的，除非我愿意。”悉达多接着说：“把一片叶子放到水面上，它终将会沉到水底的。”陆华龙笑着说：“哦，你是说精神守志，金石为开吗？”于是女神布下神坛，给悉达多一个长吻、深吻。感觉是甘泉中飘着浓郁的花香，又像是安静的海水，阵阵的、缓慢的涌上沙滩，进退起伏间，延伸出绵延的期待。这就是情爱。对此，悉达多像个完全无知的小孩，一步步地跟着老师学习。过了不久，陆华龙推荐悉达多去当大企业集团老板阿提拉的特别助理，并勉励他需好好的去学习，以便拥有杰出的社会地位后，成为他沙龙的宾客。悉达多将从此步入万丈红尘，虽然将成为一个领导跨国事业的大企业家，而他跟陆华龙的情爱也将升华到另一个境界，但俗世苦海的浪涛也将一波波的向他冲击过来。接下来故事会怎么发展呢？且待下期分晓。希望你会喜欢这个故事，并请加入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并分享给你的亲友们。也欢迎你提供宝贵的意见，谢谢你，下次再见喽。